大家有没有想过，其实英国的巨石阵可能是中国人建造的？世界上第一个发现美洲的人其实不是哥伦布，而是一位来自中国古籍《山海经》里的人物树亥。古埃及的金字塔实际上是大禹建造的，公共怒撞的不周山可能就是我们今天的东非大裂谷。在几千年甚至几万年前的中国人可能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探险家，那么这一切是为什么呢？大家好，我是文中野。今天的故事依旧离不开我们的古籍《山海经》。不过我们今天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主角，他叫龚玉海，是一个文学者。他对《山海经》痴狂的程度那可真是不一般。类似英国巨石阵其实是中国人所建造的这样的观点，他还提出了很多，并且还引发了21世纪的《山海经》热。很多欧美的学者也都开始阅读《山海经》，还深深地爱上了这本志怪古籍。那么这次的主人公龚玉海先生是如何得知这些惊人的结论呢？我们先来说一说一直很神秘的英国巨石阵。它位于英国索尔茨伯里的平原上，很多人也都是慕名而来，都想要亲眼目睹史前遗迹的壮观景象。但是关于这个巨石阵是从何而来，一直都是一个谜题。根据国内外的学者研究，依旧也是众说纷纭。有人说这就是外星人在地球上留下的杰作，还有类似于它是与古文明和宇宙高级文明进行通话的冲动。但是龚玉海先生却提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观点，他说如果你读过原版的《山海经》，你就会知道那不过是我们祖先建造的一座观星台罢了。为什么这位老先生会如此定论呢？我们先来看看巨石阵出现的时间是公元前2300年，没错，就是我国三皇五帝的时期。那个神秘的神话时代，在《山海经·大荒西经》中就有过这样的记载。在西方的极地，有一位名字叫做拿兹的神，被称之为日落之神，长着一副人脸鸟身的样子，也就可以说他是个鸟人，耳垂处还挂着2条青蛇，脚下还踩着2条大蛇，可以说是十分的威风。而且在这个西方的极地有一个天门叫做无极天门，掌管着一天中的日夜交替。那么这么重要的地方当然需要有人把守了，于是虚就出现了。他的相貌奇特可怖，长着一副人脸的面孔，但是没有手臂，唯一的肢体就是一对双脚，但是还不长在腿上，而是长在了头上。在后来的学者提出这个无极天门其实就是一个观星台，而这个长相恐怖的虚就是无极天门的建造者，他的用途之一就是测量天象和编辑历法。那么我们刚才提到的拿兹、无极天门和英国巨石阵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先来看拿兹这个词，其实它指的就是今天的英国。今天的英国另外一个叫法叫做英吉利，就是从拿兹变化而来的。而这个无极天门就是英国的巨石阵。而更奇妙的是，如果你在秋冬之际的月圆之夜在巨石阵的话，你就可以观察到神奇的月食景象。而这个现象早在4000多年前就被记载到《山海经》当中了。而且像这样的天门，《山海经》还记载了很多。那个时候古人是用来测量天象用的。现在想想英国被视为珍宝的巨石阵也只不过是我们盛大文明的一个小小的成就。而早在远古的时期，各大陆还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古人的足迹就已经遍布了全世界。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下面这个事情可能会让你觉得比巨石阵还要惊人。我们众所周知发现美洲第一人是哥伦布，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吗？我们都知道，这位意大利的探险家在寻找印度的路上误打误撞来到了美洲。但是随着龚玉海先生对《山海经》的研究，发现这一切可能都不是我们一直看到的那样。在海外东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上古有一个神仙名为树亥，他不仅聪明过人，我们熟知的勾股定理就是被他发现的。除此之外呢，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步子极大，走路极快。相比于其他的神仙，他可以日行千里都毫不费力。于是他就被更高级的神明委托他去测量陆地的长度这个任务。于是他从世界的最东端出发，一直走到了世界的最西端，一共走了5亿多步。而在这个漫长的路途中，他就经过了北美洲。所以《山海经》中关于北美洲的描述是极其的详细的，甚至还记载了美洲的内达华州特有的黑色淡石金块，以及旧金山的海豹和会装死的负鼠等等。如果你认为《山海经》是神话故事，而是对于神话的幻想，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当时美国有一位学者为了验证这一切，按照当年树亥绘制的地图，再加上根据《山海经》的记载，前往了图上绘制的地方进行探索和考察，结果真的找到了图中所描绘的目的地。
而且它布图的距离和寻找的方向竟然都和《山海经》写的丝毫不差。《山海经》是一本4000多年前的古籍，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感慨，当时人们是有着何等高等的文明和智慧。